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聊一下一个读书感想啊。那么今年呢，上半年我主要是看两本书，一个是之前介绍的这个 MBA 的那个50本那个经典教材啊，还有一本呢，其实也不能叫一本吧，就是一个小说哈，就是那个《山月记》哈，是由日本知名文学家中岛敦所写的一篇小说，然后在日本呢算是非常知名的一篇文学作品哈，然后年年被选入高中课本啊，所以呢，我今天就来讲讲有关这一篇课文我的一些感想。那么这个《山月记》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它其实是讲的就是说日本文学把中国的一些唐代传奇小说，然后把它改写成日本能够理解的一种小说题材啊。那么这个故事呢，本来是中国的一个小说的故事哈，但是呢，中岛敦在里面加了很多自己的解释哈，然后呢，讲了非常多的自己的文学的感想了，结果呢，就让这部作品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一本名著。那么《山月记》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简单，就说有一个文学青年，然后呢考科举，然后呢考上了科举之后呢，还要写诗，然后写着写着呢，突然之间这个人就不见了，不见了之后呢，突然之间呢，听说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个传言哈，说有一个老虎会说人话。那么这个文学青年以前的这个童年啊，就是跟他同学的一个学生呢，然后呢这个人呢后来呢生成了一个知府哈，然后这个知府呢听说了这个会说人话的老虎的这个新闻呢，然后呢就带着他的那些捕快啊什么那些东西呢到当地去调查，调查来调查去呢，结果呢那个老虎呢通人性呢居然跟他讲，我就是那个文学青年变的，然后呢他最后呢说我这几年就变老虎的时候呢也不忘了写诗哈，然后当中有几首诗呢，然后我摘抄出来，然后你就帮我告诉别人。所以呢整个故事呢非常的荒诞啊，但是呢讲的呢其实是文人的苦恼，而且呢它主要是讲的是一种文学评论题材的东西。你就比如说我们讲芥川龙之介和中岛敦这两个人对比起来的话呢，芥川龙之介属于就是说文学的东西呢它表现出来，但是它不告诉你这个文学东西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芥川龙之介他讲的东西都比较暧昧，也就是他没有明着写出来，但是中岛敦呢就把他在那种创作当中的苦恼和痛苦呢写了出来啊。所以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的最大魅力呢是暧昧啊，就是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分析，然后呢你不管怎么样去看这个结局，然后呢你都可以得出你自己的文学解释哈。就像他写的那个罗生门这篇小说哈，到最后这个仆人他从罗生门走出来之后，他到底去干了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呢，其实作者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啊。这是芥川龙之介写的名著的一些特点啊。但是中岛敦的这个山月记呢，实际上呢他就等于说我把暧昧的东西都去掉了，其实我就直接告诉你，也就是说其他的名著呢你都要去揣测啊，作者是因为什么啊创作意图，然后怎么样写的这个小说。但是中岛敦这篇小说呢，基本上你不用分析作者为什么会写这篇小说哈，他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里面呢有两个名句啊，我就把它简单讲一下。第一句话呢就是说，如果我想一事无成的话呢，那么我的人生呢实在太长了。但是呢如果说我想达成某事的话呢，那么我这个人生呢永远都是太短了。这个呢就是讲他们在文艺追求上面一种痛苦的地方。就如果说浑浑噩噩做普通人，和别人过一样的生活的话呢，那基本上你活这么多年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有一个文艺的追求啊，你就算一天24个小时把所有的时间都拿进去练，你都觉得时间投入的不够啊。那么这个呢是我摘抄出来山月记当中的第一句名言哈。然后第二句呢就是说，所谓的这种自尊心啊，其实呢就是让你化成老虎的原动力。然后呢这个自尊心呢其实是来源于羞耻哈。也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作为一个做文艺的人哈，你做文艺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你所有付出的努力呢都是要证明自己非同常人。但是呢关键就在这里哈，非同常人之后呢，你就会产生一种很大的羞耻哈，就是我到底是异于常人呢，还是我不如常人？大家都在写文章，然后大家都在写这种迎合众人的这种通俗文学，然后你非要去写那种写出你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那些诗词，然后呢别人都说你离群所居，然后说你什么孤高自傲，说你这个自尊心很强。说到底就是人为什么会有自尊心呢？就如果说你真的有自尊，你真的有自信，你真的觉得你能够碾压所有人的时候呢，你是可以随便和任何人交往。然后这种有自尊心，然后不愿意和别人交往，然后呢经常会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来的这种人，你表面上说他是有自尊心，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他只是觉得很羞耻。你在不断的和别人比较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觉得其实你自己写的东西也就这样。就文人你到底是追求一种就是孤芳自赏啊，就是你比人家更强啊，还是说你更有思想性啊，你讲的东西更有深度啊，还是说你写的这个东西呢是要在不断的这个市场历练当中和人比较之中，然后吸取了各家之长，然后写出来一个全民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就必须知道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中国它不太懂文艺呢？也就是日本所谓的文艺呢，是你普通人也能够追求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你只有天才才能够达到文艺。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讲高中课本，就是中国的高中课本它就没有《山月记》这样的作品，跟《山月记》接近的作品都没有，因为《山月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文学评论。他是讲写这些小说的文学家他内心的痛苦的一个作品。所以呢，你要知道文艺这个东西呢，其实到最后呢，只有天才才能够在历史上留名。但是呢，文艺评论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留给普通人的。你就像我会觉得，就是曹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学家，但是我认为曹丕也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曹丕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曹操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都能留名的诗词作家。然后在他们那个时代呢，文学功底绝对是第一名啊！你什么刘玄德啊、孙权啊，就算打仗可以，然后呢，就算政治可以，但他们的文学功底确实不如曹操啊。然后曹丕呢，作为一个这么有文学功底爸的儿子呢，然后他成为了一个最有名的文学评论家，也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那篇东西啊，实际上呢是所有中国文学评论界你要学文学评论时候第一篇要学的东西。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曹丕其实没什么天赋，跟曹植和曹操比较起来呢，曹丕就是很一般的人。但是呢，他这种给一般人所留下来这种文学评论这个道路呢，却是另一条非常了不起的文学普及的道路。所以呢，中国的文艺的问题呢，其实集中就在两点，就是日益增长的人民的这种精神文化需求，也就是说你过去垄断的那种天才级别的文艺，然后让那些最有能力，然后最自律，然后最天才最努力这帮人去做出来最好的东西呢，已经满足不了日渐增长的群众的这个精神需求啊。所以呢，其实现在外国做的这种 SNS 啊，包括油管啊，还有包括 Twitter， 还有包括这种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一般人也能够参与到文艺创作当中，然后呢，用公开平台的方式去打破以前的这种天才垄断的局面。所以呢，你才会发现在油管呢，在外国的这些言论平台，它会有这种长尾的效应。但是在中国的平台呢，你依然看到的是最漂亮的小姐姐，然后是最会说话的人，然后最有能力、最努力，然后最了不起的一帮人，然后你基本上也看不到那些小的。然后也基本上看不到像油管上面像大川这种，就是基本上没什么流量，但是一直坚持在做的这种人啊，你看不到太多。因为像大川啊，还有他们外国的这些油管博主，他们做的是什么？是做一个 vlog 嘛？他对这些做 vlog 的这些人的要求是和一个大明星的要求是一样的，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所以呢，你这样做文艺，当然不是一种普通人的文艺。所以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抨击中国做大外宣、做文艺做不好，然后还整天要怪这个平台这个流量倾斜啥的。其实关键的就在于，就是中国对普通人做的这个文艺教学啊，其实是不足够的。他只告诉了你天才是如何在文艺上成功的，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普通人在做文艺上面会吃多少的苦，然后会受多少的累，然后呢，你会不断的退而求其次，从追求文学变成文学评论家，然后变成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家，对吧？但是呢，也许这些东西呢，才是普通人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我讲成功的文学和失败的文学为什么都有存在的必要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就你不看失败，你又怎么知道这些人成功的可贵呢？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